12，try different outlet, not just focus on one outlet。这里要表达的就是说，不要单一的只是靠，如果你只是靠 Facebook， 不要把所有的心血就放在 Facebook。你如果很活跃于 Instagram 呢，你不要把所有的心思只是放在 Instagram， 你要顺便经营你的 Facebook， 还是 YouTube， 还是其他的平台。OK， 有一个做网商的朋友，他曾经告诉过我，一直都是用 Facebook 来做营销。那有一天的时候，他 Facebook 的 page 完全不能开，被 hack， 所有的库存、所有的 data 呢，在一夜之间就不见了。所以那时候经过我们的讨论之后，我们也想到说，其实是可以把你 Facebook 所有的客户群、你的粉丝群，它的 data 顺便转移去另外一个 platform， 有可能是 WhatsApp 还是 WeChat 都可以。像我们 KL 吹水站这么大的 group， 它都有可能会不见去的，幸亏是已经拿回来了。所以这一个是为了自己的保障，你要把你的观众都建立在不同的平台上面。可能你的内容是比较适合在 Facebook 的，但是你的朋友呢却适合放在 YouTube， 这就好像戏院电影里边的电影跟这个 DVD， 有些影片呢在电影院里边它很畅销的但是它的 DVD 却不好卖的，但是有些 DVD 卖到爆，但是它在实体的戏院里边却不畅销。所以你一开始的那第一个平台它不好，不代表说别的平台它也跟着不好的只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去 figure out 哪一个才是真正对于你的内容发挥最大的效应而已。So which means one platform works, another platform maybe doesn't work. 不是我们去 determine 它。We gotta put into more platform and to experiment it. 第13 ，Don't be general, be specific. 这一个跟之前提到的也是有点相似。现在呢，我们就拿出一张纸出来写，做你最喜欢的 topic， 选一个 top 3的，哪一个才是你最喜欢，而且是你擅长。这个在之前的其中一个教学里边，你是有提到的，如何去做一个好的内容，哪一个才是你的 expert 的，然后你就选哪一个。你必须要融合你的 passion 加你的 expertise， 你的热忱跟你的专业是要结合一体，这样它就可以发挥到最大最高的效应了。所以记得 Don't be general, be specific。所以在这里呢，可能你要运用回之前所提到的，怎么样去设计一个很 catchy 可以诱惑人家眼睛的 title， 或者是那些 searchable title。第14 How you feels right now。 你现在在制作整个视频这一个 video marketing 的过程当中，在为你的公司 expand 开拓的同时，你的感觉是如何？你为什么会不舒服？你必须要找出那个点，然后去改善它，然后要让自己真的是很开心，充满着热血热忱的去制作，所以你的 outcomes， 你的 result才会是开心，才会是积极的。第15，你要 create 一个很 eye catchy 的、很吸引人的 title， 或者是一个很 searchable 的 title。这个我们也要回顾之前所提到的 copywriting 这种写文案的技巧。所以像之前在不同的教学里边有提到的 how to 这种 how to 的 video， 你可以尽量去多制造，或者是像 5 key to become a rich man， 7 key to become a professional videographer。第16 myth。The length of time or the length of articles， 那个时间的长短，那个文章的长短，一直以来它都是一个谜来的。所以不要太过于去执着你要做多长还是多短，你必须要去实践它。有可能你的内容是需要长的，有可能你的内容真的是要短的，甚至是像之前提到的，有一集是讲短视频，几秒就搞定了。所以不要太过于执着。Harry Potter 那么长的小说呢，它都可以这么红。圣经 Holy Bible， 全世界的 Christian 都非常喜欢看圣经，是不是验证了长才会红，长才会受欢迎，长才会畅销呢？又不一定了所以呢，不要太盲目的相信一个文章到底要有多长或者是多短，还是一个视频到底要几分钟才是 standard， 没有一定的。New York Times 呢，它又有另外一个 research。那我们打个比方，如果你们曾经有看过 Titanic， 它的3小时的影片呢，都可以被人家爱戴，都可以 viral， 大家都很想看。那么你觉得你的1小时能吗？电影是可以 viral 的，电影都能 viral， 那么我们的内容视频，我们的 content video 绝对也是有可能会被疯传。如果说那个电影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令你想要睡觉，然后你不小心了，你真的是睡着了。所以也不见得每一部电影它都是受欢迎的所以重点就是你要怎么样 captivate 你的观众，即使是3小时，你要让你的观众在看你第1分钟的时候，他觉得精彩，他还是很有兴趣的想要看你第2分钟、第3分钟继续的
以此类推，直到1小时或者3小时，是因为你的内容本身你是可以牵动他的心，而且是可以给他知道达到他想要的答案，他让他们觉得是很有价值的。所以这一种类型的影片，它绝对是会跟随着你一直留守到最后的，他们不会在中途的时候离开。所以不要太去执着长短，你都要去尝试。有些几秒就可以 viral， 有些要几分钟才可以 viral。第17 entertain， 有看过我之前的影片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会尽量在我的 video 里边塑造一些娱乐的成分。我们人的话去多观察一下人家的影片是怎么样的娱乐，是有多娱乐。即使是 serious 的东西哦，你可以放一些娱乐的元素，所以在 serious 的课题当中，还是可以有娱乐性 input 进去，你的影片就会更加分。18 call to action， 在影片的开头或者是影片的结尾，记得能的话呼吁你的观众，你要他们做些什么。这时候他们是心软的，之前我有提到了，你可以叫他们订阅你，或者是 follow 你，叫他们 like， 还是叫他们 share， 或者是叫他们 tag。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要有一个 traction， 你的 call to action 呢，就是要你的观众 make action。如果没有的话，他们不知道，看了就算了，他不知道你要叫他做什么。所以记得 call to action 要把它 input 进你的影片里边，或者是文章，你的 caption 里边也是可以 input 啊，用文字来实践这个 call to action。19 accessibility， 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做这互联网，而且我们是专注于视频，所以你必须要很清楚的去了解如何让你的观众，茫茫人海中世界各地的人，他们要怎么样看到你的视频。所以你要懂 Facebook， 就是说它可以让你的身边的朋友有机会去 click share， 也就是说你身边的朋友 share 的时候，他们背后的朋友就可以看到。所以这个是 Facebook 的优势哦。如果你是用 YouTube 的，我个人呢忽略了我的 YouTube， 所以我在这一个教学之后呢，我也要放更多的心思在 YouTube。YouTube 呢，它没有 share， 但是它可以让全世界各地的人因为一些字眼，你要在你的观众群的角度思考，他们会打什么思考，他们会打什么样的类型的关键字，你的视频、你的影片就有机会 pop up 出来。所以第19，你要了解你用的 tools， 这些 tools 是如何的可以帮助到你，让更多的观众来看见你的视频、你的内容。20 be real， 意思就是说把最真实的自己放在荧幕面前，我们不用企图很刻意的去模仿任何一个人，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回自己。我们只要够真，其实也是因为我够真，我把最真实的自己呈现出来，所以你们才信任我，信任我们这一个教学，所以你才会留守到今天参与我们的课程，因为我们够真诚。对啊，我现在就是在跟你们一起聊，很真诚的在跟你们聊天呢。影片呢，它的好玩之处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很真诚流露，做回自己。但是影片的另外一个角度，它就是可以做虚拟的你。我把我自己定位成一个演员的时候，我在镜头上要塑造就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那么你真的是要在线下的时候，把自己的智慧真的是提升到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所以人家看你的视频的时候，他就定位你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OK， 第21 visual 这一个呢，它也是一个点。但是之前所讲的，它不是最重要。但是如果你的 blog 还是你的 video、你的 vlog， 你加上一些很吸引的 images 图片啊，或者是你拍照、拍视频、拍影片的素质真的是很高颜值，真的很有 quality， 根本整个制作就好像拍电影一样，就非常有内容。那你觉得人家那里会抗拒你的作品？人家看到了肯定是会分享的，视觉上的享受，把它做好。第22 vulnerable， 如果你真的是面对到挫折的时候，你真的是碰钉子，真的很伤心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发泄出来了。在这一个2018年的金曲奖呢，萧敬腾他的确把整个晚上的仪式很有魅力，但是惊讶的是，他过了一阵子的时候，他在面子书上面他做了一个 Facebook Live， 他真情流露，他在那个直播当中他也哭了。观众他的粉丝群，即使是我都会觉得，我会觉得很感动。人家可以感受到那个你的爱、你的认真、你的执着。那个直播他只是要表达说，他在那段时间金曲奖之前，他做足了所有的筹备功夫，所以他觉得非常的压力。所以那一天他直播，他是为了要释放他的情绪而已。你的观众是愿意回馈、反给予你那些爱的，没有一个人是万能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释放我们的当下的真实情绪的。第23呢，这个也是蛮重要的。Don't try to go viral。
不要很刻意的制作一些影片，制作一些内容视频，整个脑袋、整个思维就是想要给它疯传。你要想的是你制作的视频它的价值是在哪里？你帮到了多少的客户？你帮到了社会吗？还是其实你有 inspire 到你的特定的观众吗？你激励到他们吗？ You show me your love to gain this value, so it feels like you want to share. Don't try to think viral at first place, okay? Don't wish. 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 produce 一个有价值、有素质、有水准的好内容。第24 cup of coffee mentality， 也就是说，你拿起咖啡杯的时候，就想要跟你聊天。YouTube 很红的 Casey Neistat、Peter McKinnon， 他们这些 video creator 就好像一拿起咖啡杯就开始聊天那种感觉，很 casual 的。你看他们现在的 subscriber 有多少，然后你看他们制作了多少的影片，这几个我羡慕、我欣赏。很有素质的 video creator， 他们都是已经制作了，我看应该有超过500个 video 以上了，而且他们的 views 都是过100万的。为什么这些人他们这么 pro 呢？你想象一下，每一个视频都是过millions，人家那些拍电影啊，可能都没有这么大的浏览量。我们要分析的就是看一下他们是如何的去分享他们的故事，他们是怎么样去 express。他们要给的内容，他们要给的信息，不像一些像我们老师里边学校上课的时候，他们用 point form 一个 point 一个 point 这样子提出来了，不用了所以他们就有自己的性格，就好像真的跟你在聊天这样，多去观察他们如何去表达信息。25 luck， 我们需要的就是运气，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是不是拍视频都好，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些运气的。我们其实可以很简单的，有钱就可以任性，我们就可以聘请一些很专业的制作团队来设计一些影片，去 appoint 专业的 scripter， 然后就叫那些 professional 的 videographer 来拍 ，professional 的 editor 来剪。不见得一定担保这些视频会红的所以我们真的要相信运气也是其中一招来的。第26，这个是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点，它就是今天的主题，它叫做魔术。你不知道说，在你准备一切开始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身边的家人面对的一些事情这些是上天给我们的考验来的。在我毕业的时候，我们就很盲目的去忙我们的事业，很认真的在工作，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妈妈就过世了。那很努力的工作，目的就是要回馈给妈妈。在你努力的过程当中，你已经失去了陪伴她的时间。所以人生呢，就是很奥妙的。你想要做的东西，它就会在当下给你看到你要的 outcome， 你要的结果。有很多人做的半死，真的是很想要创造很大的流量的，偏偏他用错方式，他用不对的方法、不对的平台，就不会得到效果了。So most of the people see what's the result.But you won't know what's the behind. 所以 the purpose of life is to inspire.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会经历过了所有24堂课，我们都认真的把它读完到10场，去 practice， 去实践它，然后大家都非常坚持的一直看完我一集又一集的 non-stop 的，一直看我在这个镜头上面讲这么多话，相信是有力量的。只要你相信，奇迹它一定会出现的。这就是第26招 Magic。你做的内容如果是要为了成为一个红人的话呢，或者是要当一个网络艺人，这些都是很表面的东西我个人觉得它不会长久，所以你真的是要把你的 content、你的内容、你的视频 deliver 到这个世界上，让这个市场的人去感受它，然而他们会听见你的声音。我们永远不知道哪一天，就是我们的某个 post、某个文章、某个视频帮助到了人家，就是一个举动嘛 ，inspire 激励到人，帮助到人，你不会知道的。所以这一切的一切，今天我可以认识到你们，你可以认识到我，都是要感谢这么伟大的互联网，谢谢这一个免费的 social media platform。真的一角钱都不用给从第1集我都有提到了，这一些都是免费的平台，把有价值的东西坚持的做，继续的做，肯定是会有效果的。那最后呢，谢谢你们的观看，希望我的最后一集呢，这26招可以帮助到大家，也希望呢这24堂课里边可以让大家的生意在互联网上有很大的帮助以及提升。所以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留言或者是直接信息我都可以，我们一定要保持联系。谢谢大家，有机会再见。